我们讲那个脾经，脾经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在人体里面。他讲脾经就是中医里面我们认为脾经是后天之本啊，就是它肝主血，可是脾经它是统血的，就是它造血啊什么，还有把那个血运送到全身的各个地方哈，所以那个脾经如果堵塞了以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如果脾经我们把它揉开揉通了以后，讲的好听一点就是脾经通的话，其实是百病无哈。那当然这只是个希望，我们尽量让我们的经络畅通，那个病痛就不会来嘛。那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个脾经，一般人脾虚应该怎么判断哈？有2个方法。脾虚的话，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脾虚的问题。一个是眼皮，他就讲到说，眼皮耷拉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已经脾虚了。那一般来说，其实年龄上来30-40岁、40岁以上的话，眼睛就会耷拉下来。像我以前那个丹凤眼很漂亮哈，现在你看你这个眼睛，现在也很漂亮不行了，现在眼皮已经下来，所以我其实是脾虚了，我也觉得是脾虚。这眼睛，那像我们一般老年人，那个眼皮都会耷拉下来。这个还有些浮肿啊，第2天睡觉起来什么黑眼圈啊什么之类哈，这就是眼睛肿大啊，这样都是脾虚的一个表现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舌头，我们看舌头，一般舌头伸出来有那个齿印，看边上哈，你们两互相看一下，两边看看有没有牙齿印，有的话，有那个齿痕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脾虚。像我自己也有，旁边哈，把那个伸出来，对，有牙齿印嘛。我自己是，我照镜子，我是这样照，就是慢慢照，不要用力撑它，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牙齿印，两边都有。刷牙的时候你伸舌头看一下，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脾虚了哈。那脾虚的话，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幸运哈，我们很多那个食疗的方法自古以来有。那以前就是流传下来，我们补那个脾胃的那个很好的方法。那以前我们就有那种山药薏米粥最有补脾胃的哈。山药、薏米那个薏哈，薏米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薏米啊，不是玉儿薏，山药就是淮山嘛。所以淮山比较好还是山药比较好？淮山就是山药，其实。可是一个干的，一个是新鲜的。你自己看你买得到哪个方便？因为我有试过买那个干淮山，有些买的不好，它会发酸。那个新鲜的，新鲜的话，像这边其实新鲜的也蛮多的，像日本的淮山，它我也买，那个也蛮好的。中国的淮山它是有些紫色的呀，或者是那个皮黑黑的哈，那个外面都好啦，其实都不错了。那根茎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补脾胃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用那个淮山薏仁粥啊，还有一个是中里巴人推荐的，他就说吃大枣也是补脾胃非常好，对于身体呀。就是我们南方人好像我们那边大枣比较少，但是我在这里我有买到我有在那个。所以大枣是什么？干的红枣是红枣吗？是就是黑枣。山东的那种大枣吗？还有一种加州的那种枣，甜的不得了，美国人都做。大枣现在那个青的吧？青的，可是它是山东那边出，就是中国北方出的那种枣嘛，天枣，就是做红枣的那种枣。叫天枣，天枣。叫天枣。新鲜的，大华正在上市，一包一包的。对，我有买。吃新鲜，把它晒干，就是那很大的红枣。对，而且那个你买的是青的，你放回家几天不吃，它会慢慢变红。就是那个，就是做红枣的那种枣嘛。它这个是中里邦人推荐说，我们补脾胃。其实干的枣，红枣也好，你新鲜的大枣也好，新鲜它叫大枣嘛，干了以后叫红枣嘛。所以还有一些就是补脾胃的话，就是那个中成药，以前中药里面有那个
补中益气丸啊，什么健脾丸啊这些。可是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因为就是讲到它毕竟是药物哈，我们的身体能不能消化，这个是个问题。吃进去不能消化就变成垃圾，这样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尽量吃自然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大家拿山药薏仁粥，其实很好啊，经常吃一点，然后去湿，然后又可以祛湿啊。可以啊，薏仁它本身也是祛湿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脾经，如果我们脾胃差虚的话，它会虚胖，一个是虚胖，一个是水肿啊，所以用薏仁它也是很好的一个祛湿的方法。如果你祛湿，还有一个就是单独用红豆和薏仁也很好。红豆也是祛湿的。对，红豆但是红豆薏仁汤的话，如果你想祛湿，就不要加别的东西，像有些人会加点糯米或者白米进去，煮了比较稠啊，那个的话就完全破坏它的功效了。如果你只是想祛湿的话，就是红豆薏仁就可以了啊，你不要加别的东西。要是加了别的东西，它就功能就乱掉了，就没有了哈。什么薏仁呢？还是薏米还是？薏仁就是中国的白色的那个，中间有一横杠的那个像豆子一样的。我有看一些文章说小薏仁和大薏仁不一样。小薏仁它是韩国或者日本，他们有一种小薏仁，很小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吃的话，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中药食嘛哈，是讲到中药的药食，所以我们尽量以中国的那个薏仁为主。那如果实在你找不到的话，那韩国人用的那种小薏仁呐，小小的，有点像米一样，那个它中间那个横杠没有这么清楚，好像比较小，那个也可以。所以在美国店买那种 pearl barley 不是，那个不是，其实不是中药的薏仁。你一般来说到中国店或者越南店，你买薏仁就可以买到真的那个薏仁。那食补我们呢就讲到这里哈，就是主要这几样东西啊，还有一些中成药。那因为现在中药已经都变掉了嘛，很多假药啊或者什么，尽量都不要用了，就用我们用天然食品比较好。对，像以前他们有卖那个什么健脾丸啊，什么补中益气丸，那个其实以前的质量可能可以，但是现在都信不过了，而且很多化学的东西加进去了，尽量都不要用。那不到万不得已的话，我们尽量用食补，或者是用运动啊，或者什么其他方式来。那其实人体除了，就说我们人体啊，其实有个大药房哈，我们现在就讲到，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条脾经，就是人体的一个最大的药房之一。其实我们的经络都是我们的药房，我们从那里面来，这是最安全、最长久，我们不会引起任何什么副作用啊什么啊，就是通过按推、按揉经络的话，可以达到健脾的那个效果。那我们刚讲到脾经很重要哈，那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脾虚，年纪大了以后啊，大部分人都会脾虚，所以我们通过那个饮食的来调整，然后药的话又太麻烦了，然后又有副作用不太好，所以我们用按推的方法。那今天我们就教大家来学习这个脾经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脾经，我们先看这下面这个这个脚趾这里比较清楚哈。我们看一下脾经的第一个穴位哈，这个脾经是阴经，我们一般说阴经是在这个内侧的哈，像这个手指的手的内侧啊，还有腿的内侧，这是阴经哈，外面这里阳经啊，这个后面是阳经。那阴经里面，我们有肝脾肾3条经络的在这里都是阴经。今天我们讲脾经啊，脾经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穴位哈，第一个穴位在隐白，叫做隐白穴，就是在那个大脚趾头哈，这个大家看一下指甲旁边这里0.1寸，当然这个0.1寸真的很难，就是很靠近指甲了。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用针，我们原来我们讲的话是针灸学的话，我们是用那个针0.1，所以它要考虑到0.1毫米啊，这样哈0.1寸这样进去。那我们现在是按推就有这个优势，我们不用去那个，大概是这样看哈，这个指甲旁边然后这个位置
那如果你觉得哇我怕错，那你就动作大一点，左右动一下就可以了哈。就是指甲，我们自己的大拇指的指甲旁边，它0.1寸，1寸的话是一个大拇指嘛哈。这个那我们0.1，就是这个指甲旁边这一点点了，自己的侧。外侧，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现在拿的这个是个主反射的那个模型哈，它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是鼻子的那个反射区，所以这个隐白，它也是对鼻子，像慢性鼻炎呐、或者鼻出血啊这些都有效哈。那这个隐白穴啊，它是人体里面的一个急救要穴哈，就是我们出血，像鼻出血呀、或者是那种崩漏，就是妇女生产啊，或者什么这个大出血的时候啊，那个急救要穴，就是有出血症状的时候，我们点按这个，一般来说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艾灸，但是在美国不太现实哦，因为到处都是空调，都是暖气封闭式，艾灸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所以可能不太合适。那我们一个是用掐嘛，就是用指甲这样，你就沿着这个指甲旁边这个角上这样按，自己按你要找到那个痛点，我们自己按的时候哈，自己来找，看看有没有痛点，压下去，这个如果艾灸我没有试过啦，因为这个位置太小了，然后家里面也是不通风嘛，这样不太好用，我就不太用。但是一般来说，中医他是建议说用艾灸来灸这个隐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哈。会痛啊，我给它会痛，那就是有堵塞啊，就是你那个对脾经，我都不知道脾是长在哪里。脾才是这5脏6腑，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脾经是整条经络，并不是光指那个脾，是有这个器官，但是我们不是讲器官，我们现在讲的是经络哈。那不好意思，左脚右脚都要吗？还是只有按一脚？对，这个是经络，我们是对称的哈，基本上都是2条啊。那你脾经这里有1条，这边也有1条啊。那像12经络里面哈，我们10条都是2条的，都是对应的。你像心包经这边1条，这边1条，肺经这边1条，这边1条，都是对应。只有任督二脉是单的，就是任督是对应的，任脉督脉在后面，这样是对应的。其他都是2条，都是左右对称哈。所以那我们是每次都要2边都做嘞？对。其实按1条脾经下来大概10分钟，他就是说我们整条其实脾经蛮多穴位，总共21个穴位。那我们不需要说把所有都记下来，所有都要按，基本上是在这个膝盖以下小腿，我们比较容易按得到的地方就可以了。肚子的等一下就教大家揉腹就可以了，就是一带而过揉腹，然后等一下下面。还有一个大包穴，就是在这个腋下6寸的位置。那我们等一下再讲。现在我们先讲第1个穴位哈。第1个穴位就是这个隐白，隐白它是出血，还有鼻子啊，还有那些慢性鼻炎啊、出血症这些哈，就是这个。它最主要的功能是止血了，对各种出血症都可以啊。那还有就是那个。鼻窍啊，还有鼻炎啊、鼻出血啊，都可以点按它。那我们有时候鼻子不通啊，可以试一下哈，这个，这个穴位它比较小，不太好找哈，就是用指甲来掐它，掐一掐，你掐到哪里痛，或者是用按摩棒。那我们之前有拿那个按摩棒来教大家哈，但是那个按摩棒可能不是很，如果的头比较粗的话，头太粗可能也不行。其实最好就是用指甲，对，就是这样抠它就可以了，那我们讲第2个穴位，第1个就是这个指甲旁边哈，第2个穴位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大都，大家看一下，就是其实这骨头嘛，我们刚才讲的隐白是这里指甲旁边，那个指甲下来过1寸的位置，其实就是另外一根那个节骨那里中间这个地方，这里。
有个弯弯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的话，在主反射区这里，它是对应的是颈椎哈，所以我们其实颈椎有毛病的时候，按这里也有效。因为像我的客人如果有颈椎有毛病，我除了帮他按颈的部位以外，那我们做脚的时候也是顺便帮他按这个。那我们其实补钙一个是多晒太阳嘛哈，另外一个的话我们就是多按这个大督穴哈。它可以治疗那个肌肉萎缩啊、骨质疏松啊这些，还有腰腿痛也可以哦。它是当然，因为说这些毛病都是因为缺钙引起嘛，所以你这个穴位它是一个很好的那个补钙的穴位哈。所以我们有颈椎病啊，或者是缺钙啊，什么多揉这个大督穴，这是第2个穴位。那第3个穴位的话，就是在这个太白，就在这指节，你看这里有个节骨眼，刚才这里是弯的嘛，就是大脚趾下来弯的地方，然后这里到这里就是对凸出来的地方的这一面，就是大家看这个图就清楚了，这个骨头整个骨头嘛，一个的这一头就往前面骨节之间这一头。这个叫太白穴。太白穴的话，它主要是治疗那个，就像我们蛮多老人家都会有的，就是晚上睡觉我们会流口水哈，止不住啊，流口水啊。还有刚才我们讲的那个齿两边会有痕呐，像我都已经有了有齿痕。其实还有那个消化不良啊，手脚冰凉啊，还有一些女士的话，她会月经来很久，淋漓不尽，就是两个多星期、3个星期，有些人甚至一整个月都不停的这种，那个还有头晕，还有糖尿病这些，都是因为脾虚引发的病嘛。所以我们可以用拇指来多按这个太白穴。太白穴的话，我们其实用那个手指，食指在上面顶住，下面你用那个手指倒勾，这样勾过来就可以了。就这样跟它，像我们这一个的话，食指在上面，然后你这样倒勾下来吧，这样，点按它。然后这个是这一头，那这条骨头是蛮长的哈，然后这条骨头的另外一头，我们看那是公孙穴哈。公孙穴这个公孙穴也是消化不良啊，或者是胃反酸啊，还有妇科疾病都可以，都有效哈，所以它有通气活血化瘀的功能。那基本上其实我们这条脾经它是沿着这个脚板的外侧沿边上哈，大家看，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你看基本上是这样走上来的哈。那这个公孙穴的话，妇科病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常揉哈。还有就是一个是胃酸，还有小肠蠕动。小肠蠕动的话，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它在反射区里面，它也是12指肠啊、胃啊、胰脏啊都在这个边上嘛，所以你在按的时候，它都会有反射到，加速到那个，像这个地方是膀胱的地方，还有输尿管的地方，所以你在按的时候，它都会有刺激到，反正都很好，对身体的那个，因为脾经堵的话，我们就是那个气血就是不通畅，全身我们身体要健康的话，我们主要是要靠气血来就是能量嘛哈。那个能量堵在那边输送不过来的话，我们整个身体就会很疲乏吧，会浮肿啊，或者什么很多那个毛病。那我们通过按摩的时候，把它就是像清道夫一样，把那个淤血啊，把那淤堵清掉。所以这个沿着脾经来帮它清一下那些垃圾啊什么之类的哈，堵塞的东西。那还有下面过来的话，就是这个脚踝旁边，脚踝骨出来的旁边，你按下去有个凹陷处。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就把大脚趾头竖起来。大脚趾头竖起来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有个凹陷处哈，那个就是商丘穴。商丘的话，它是消炎
的，就是人体的消炎药一样，就是我们有各种炎症，就是可以按这里。那它在主反射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下半身的淋巴穴的反射区在这里嘛，就正好是在商丘穴的位置。所以其实我们它就是起到消炎，还有引血下行呢。那个像我们一般有那个膀胱炎啊，什么尿道炎、盆腔炎这些炎症的话，多揉按。那按的方法，其实我们一般来说是按到那个位置，像我这样压进去，然后顺时针绕个圈，这样的话它就位置比较大，方向然后就不会漏掉。那这个就是在脚底上的，我们刚才讲脚底上的这几个穴位，但是对大家来说其实可能会混乱，会很难记所以我们不要去记它是什么穴。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脚板的侧面从这个指甲这里开始算起，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侧面侧过来一直到这里，然后到脚踝的前面，就是这几个位置。其实我们主要记得就这五个穴位嘛一个在指甲旁边，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指节凹下去这个地方在大肚，然后太白是在这两个这根骨头的前端鼓起来这地方这边一个太白，另外这边有个公孙，把它按好，最后就是到这个踝骨旁边。如果记不下来都没关系那我们就整个侧面你都哪里痛我们自己去找，用那个手指自己去找哪里痛哪里有些人会有感觉的话，敏感的话，他会感觉到有一些小疙瘩，或者像我脾经肯定是堵的，我每次我按下去都是很痛，很多位置都很痛那所以你自己找到痛点了以后，你就点按它，揉它自己转圈或者怎么点按都可以，就是把它慢慢的揉开。那当然就是我们自己按揉的时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放油家里面你们有 lotion 或者是有什么油，按摩油或者是什么都可以，擦一点油了以后，我们自己再来按其实是非常好。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嘛，皮肤的那个水分流失很多大家皮肤都会干燥，特别老人家都会干燥。那我们擦一点油，然后再来按的话，那个效果会比较好，而且你很容易感觉到，就是上了油以后你可以很容易的感觉到它的疙瘩那种硬块条索状的那种，就是异常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只是这样摩擦的话呢，一个是如果你按时间长，皮肤会受损，会痛，而且手感没有这么好的话，基本上找不到那个疙瘩。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你在按的时候擦一点油，你自己感觉一下，它摩擦力没有这么大，一个是很舒服，不会痛那就是皮肤表面上它是不会痛，只有说你按到那个点位上，如果它有堵，它才会痛那这样的话是比较好。所以我们给大家试一下用那个油，我这里带有一些椰子油，你要试一下吗？很香。椰子油，椰子油味道。对呀，第一个穴位就是那个指甲旁指甲旁边这个自己，你擦了油以后，这样掐它嘛，这样掐，会痛吗？我其实我觉得压下去会痛会，我会痛。是会痛。我觉得我的脾经肯定有问题。这样，就在它那个脚，这个指甲脚旁边就是靠外侧这里了这样。这第一个穴位，第二个就在这里了。你看这里有个弯弯的，我们这一块骨头的中间这里凹陷处嘛这里，好像我这里这里还不会那么痛。指甲旁边。指甲旁边这里还好点。我觉得第一个会痛我这个用力按会痛。这个的话，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指节。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按不太那个的话，你用那个指节椰子油刮它嘛，刮上来嘛，这样。从底下刮上来，用指节。
你这样揉也可以。第一、第二哈，第二个在这个凹陷处嘛。第三个，你看，经过这个骨头的下面，这里有个凹陷处，你从这边推到这个推不动的地方就好了。你从中间这里推过来，推不动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太白。这里。然后呢，往这边推，你看到这个指节，这个结块这里，它就是一块骨头的这一头和那一头嘛，哈、你们看图就可以看得到。刚才这边太白，那我们这个公孙，哦，这个我也会痛哎，哦，还蛮痛的，我这个，如果手指没力，你们就用指节按就好了。这个也可以。这个不会很痛。我闻一下。我怎么每个都痛？我觉得我的皮筋全堵了。还有这个皮筋其实是减肥和增肥，就是双向调节哈。我们想减肥，女士想减肥的话，常按皮筋。但是如果想增肥的，就是太瘦的，他常按它是气血调整的嘛，就是双向循环的。你如果胖的人经常按，他按通了以后他就会减肥。那瘦的人气血通畅了，他也会增，就是这样。然后这个商丘的话就是这个脚踝鼓起来的，然后你往这里边按，有个凹陷处，你看这边。如果不太清楚的话，你就把这个大脚趾翘起来就比较容易找这个凹陷处。有。啊，这个凹陷处。哦，这个也痛哎，我怎么每个都痛？我好像也是每个都痛。啊，你不痛，那你要身体好。对呀、身体有点不好。那你可能不是这条筋有问题，你是肝经的问题嘛？你那个晚上睡不是2点多钟起，那个肝经的问题。我去跟医生闹，我就睡不好。他叫我睡前不要。好，这个脚板上面的这几个穴位就是这样了哈。大家不一定要记住它每一个穴位的名称，但是我们大概知道说指甲旁边的地方就可以了。沿着，如果实在记不了的话，你大概知道那个经络是这样走，就是我们穴位不一定要那个，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经络那条走向就行了哈，就大概是这个边上这样一路按上来，然后到这里哈。那下来的话，我们来教个对女性来说是美容要穴，然后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哈，三阴交啊，它是3条阴经在这里交汇，然后这个也肝经，你那肝经的问题也是很重要，三阴交我觉得你应该会读。那我们也是从这个脚踝骨上来，自己的手指哈，上面啊3寸的话，3寸是4指哈，我们从这里从最高点，骨头吗？对，骨头最高点这里，最高点3寸上来，然后沿着胫骨边，不要在骨头上哈，骨头下沿内侧这个，就是这个骨头嘛，它有个胫骨这里嘛，骨头的边上这个哈，那我们自己的那个4只手指哈，不要帮别人量，每个人的手指都不一样，这个同身寸哈，就是自己的，在这里。其实你仔细按这个地方，它有个凹陷处的，它是有个凹陷处，而且按下去会很痛。这个是美容药穴，而且消肿啊什么减肥药穴哈。慧明每天没事按一按。三阴交。对，三阴交。这个对男士也很好，对男性的那个生殖的问题啊，还有那个前列腺呐、射物腺呐，这个都有都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三阴交非常的重要。我们之前有讲到人体，因为太多穴位，一般来说中医它至少有361个穴位是要记的嘛哈，要记住的，那太多了。然后他们就把它精简，360个里面又减到12个，然后再往下减到8个或者是3个4个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三阴交。三阴交是很重要的穴位，它跟内关啊、合谷啊这几个
就是你这一生中身为中国人，你必须知道的穴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穴位，我们把它记下来，而且这个穴位基本上都会痛，会吗？按下去都会痛。我几乎每一点都。你刚刚讲要顺时针绕，逆时针绕是不是有什么道理？顺时或逆时一般来说因为我是右手的嘛，我之前一般来说顺时针的话是比较顺应自然呐、就是说像我们揉腹的时候哈，顺时针，但是你逆时针它是正好反过来，对，泄了，对，直泄。如果你想那个什么的话，就是顺时针。一般正常情况下，顺就是补啊，顺是补，就是说中医我们会说补和泻嘛。像那个我们脾经的走向，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穴位这样，我们脾经是从这里走，然后到这里嘛哈，所以我们顺着它经络的穴位走。这样揉呢，我们是补，因为大部分人都是脾虚，你没有说脾太旺的，没有听说脾太旺，只有说肝火旺哈，没有听说过哪个中医跟你说，哎，你脾太旺了，你要泻掉，没有人这样讲的，只有说你脾虚了，你需要补了，所以我们是补。那我们补的时候，我们按脾经，我们是补，就是从底下往上按，那我们尽量顺时针的按啊，这样我们算补法，而且补还有一个就是慢揉慢按叫做补。如果你很快很用力，快按快揉，然后用很大的力，那就是泻。其实中医里面的那个轻柔的手法都是补嘛，然后你顺着经络的方法是补，慢慢的揉哈。我都使劲的揉。一样，就是你按一个键进去，再按一个键改。退回来，再按。所以我们在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拼命的按哈，就是轻柔的把它按，因为你会痛的话，其实你就慢慢揉就好了，慢慢揉，慢慢它是补嘛，把气血调动过来到这里啊，这个三阴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哈。那如果大家都搞不清楚的话，其实这个位置你可以大一点，稍微动作大一点，擦了油以后你动作大一点，你仔细去找，它其实是有个凹陷处的那个地方啊，你仔细按，它有个凹陷处，这个很容易找。那这个三阴交找到了以后，我们再往上3寸，就是右4个手指，大家再往上，4个手指，然后也是在胫骨旁边哈，先靠着胫骨旁边跟下沿这里还有一个穴位啊，漏。这里也是，其实我们的穴位你仔细找，它都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凹陷处，对，其实蛮容易找的。这个肋骨你会痛吗？三阴交你不痛？还好，不觉得很痛，有痛。三阴交其实很多人会痛哎，我在帮客人按摩的时候，那些老美的客人哦，我基本上整条脾经的话，我最重点我就是做阴陵泉和三阴交。阴陵泉也会痛，但是三阴交痛的人比较多。其实如果大家搞不清楚在哪里，没关系，你就沿着胫骨，大家看得到图，对啊，就是沿着这个胫骨。你上了油以后啊，你看我们整个胫骨，你这样摸上来嘛，然后你有擦油了以后啊，你其实是可以找得到那疙瘩的。三阴交其实你们自己就是用了油以后，慢慢的压进去，它是有个凹陷处的，它会痛，这个地方真的是会痛。四指从最高点，踝骨的最高点这样算起啊，然后再沿着胫骨边上。那如果不太清楚也没关系，就是沿着那个胫骨，我们从踝骨这上面一路这样按上来。然后按的时候你就是这样打圈，然后你慢慢找到你那个堵塞的地方哈。它有一些硬块啊、疙瘩啊这种地方，像我们美式按摩，我们也有说在胫骨两边哈，就是这样擦了油以后揉上来，再下去，再揉上来。其实很多人的那个这个地方就是咯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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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那像你这种一个疙瘩都没有的话，真的是要恭喜，身体健康。就是还蛮好的，你看我按一按这里就淤血了，有点淤血这样。
你是不是太用力了？没有吧，我就这样揉一揉啊。我是有点红。然后我们再讲一个这个阴陵泉哈，阴陵泉的话，我们就是沿着这个胫骨一直走到上面，就在膝盖下面这里走不动的地方，这个其实它就在膝盖骨下面这里。这里痛。啊，所以阴陵泉，阴陵泉它是消肿啊，那个就是水肿，大家很多人那个虚胖啊、水肿啊什么水肿。这个穴位的话是很好的消肿的那个位置。这个它也是有个凹陷处，其实阴陵泉也很好找。我们从这膝盖骨下来。每个穴道都有一个坑啊。基本上。啊。对呀，你仔细找的话，其实它都是有个凹陷处。对。有一个凹进去的。对呀，所以我们就找到那个凹陷处，然后你就揉它，点揉它，这样。这个阴陵泉下去在3寸的地方啊，那就另外一个那个穴位叫地基，那我们就是自己再比4指下去，这个位置，这个还好，这个地基它其实就是在你小腿肚最高点，对过来的位置啊。但是我们其实阴陵泉比较好找嘛，我们先找到阴陵泉，我们再以它往下找，3寸的位置，就是4横指的位置往下找啊，这样。好像我地基这个还没有什么不痛，对，这个不会痛，那三阴交痛的很要紧的我，三阴交这堵得要命了。我们再讲一个穴位，就是在腿上的大腿上面，它是血海，这个造血的那个，然后呢，像我们年纪大了哈，会皮肤瘙痒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个止痒的穴。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就叫百虫窝哈。它的那个百虫窝，对，就像虫在咬你啊，浑身痒痒啊，怎么办？我们按一下这个位置。这个血海的话，它是用手掌，但是这个可能给自己做不太好，要给别人做，就是把这个髌骨整个髌骨手掌对过来，但是我们这样好像很难对。我看一下，一般我们是帮别人做的时候，把他的那个膝盖骨包过来哈，这样从底下这样包过来，然后你大拇指放到的地方，大拇指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血海，这个也有个凹陷处，这个也有，也是侧面嘛哈。膝盖上面就是内侧，大腿内侧这里，这里。我们一般用自己的手的话，我是觉得有点背了。他是把那个髌骨啊，整个放到手掌上面，这样推，这样上来，这样一推到这个位置，手掌、大拇指的地方。脚板的话，脚板底这几个穴位，我建议大家就是点揉哈，然后剩下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推。你不一定那个，就是像擦了油以后啊，你就直接往上，就这样刮它。就是沿着这个胫骨这里刮它上来这样，然后你发现痛的地方你就停，就在那个地方揉，痛在哪里你就揉哪里，就这样。地基有什么功用？地基它是小腿酸痛，就是我们有那个一般来说，它小腿酸痛的时候有效的缓解小腿酸痛。我膝盖很痛，那要揉哪里啊？我膝盖的问题很多啊，它有时候是因为你的坐骨神经，有时候是不一定的。我们不能这样讲，说膝盖痛的时候是哪一个哈？地基我看一下，地基是主要是它是说治疗那个慢性，我告诉你哈。慢性胰腺炎，还有糖尿病啊，它也是很好用嘛，有地基。那个肉骨，刚才我们有讲啊，肉骨它主要是消化不良啊，还有那个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啊，腿肚子酸哈，也是肉骨。那个地基主要就是胰腺炎和糖尿病啊。那阴陵泉刚刚我们就讲了消肿祛湿哈，像要减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要这个那种痰湿问题。那血海主要是瘙痒，
我们皮肤瘙痒啊，还有那个调节血液循环啊。所以我们说胖人减肥啊，瘦人要增肥，我们就是要揉整条皮筋这样。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脾经，刚才我们讲到的只是小腿以下的哈，小腿肚子以下，小腿那个。那还有其实我们看那个脾经很多在肚子旁边，那我们顺便就介绍一下这个推腹法哈。其实我们就是以肚脐为中心，那个肚脐旁边到处都是很重要的穴位。那我们揉的时候，一般我是用2只手层叠啊，比较有力道。你先压进去。然后另外一只手再压它，然后你就推腹，一般是顺时针推。正常情况下你又没有便秘又没有腹泻的情况下呢，然后我们这边正着推36下，反着推36下，这是保健法啊。那如果你有便秘的人呢，那你就顺时针就好了。那如果是拉肚子腹泻的人，反过来就是逆时针就 OK 了啊。这个的话，其实。揉腹，这个揉腹啊，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仙人揉腹哈。我们仙人揉腹，中医里面讲仙人揉腹，大家不要笑我，真的是非常好的方法啊。那我们像我们现在好多人想减肥啊，你每天揉肚子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像那个关元穴啊、中脘啊这些很重要的位置，你看神阙啊这些都在肚子里面啊。都在肚子上面那个，都是油，所以我是大肥油。那就是揉啊，每天揉就会等它揉小了，大概油不见了。不是说完全，那当然还要靠饮食、靠锻炼啦。但是这个有帮助啊，有帮助。还有一个方法，它就是直接推腹推下去，就说像那个大肚子，他们也是这样讲说，从上面啊这里直接往下推也可以。哎呀，直接推，往下推。这些大肥肉给它推拿去。直接这样推。哎，大肥肉了，一身都是肉。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自己揉每天揉一下，其实是对身体是非常好的。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腹式呼吸。腹式呼吸就是睡觉的时候，大家睡觉前呢，你躺在床上，把手放在肚脐上面，自己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啊，呼气出去的时候压下去，这样就是自然而然。那因为我站着，它正好是相反的，所以不好做。其实我们躺住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你一吸气就鼓起来啊，吐气，吸气，吐气。这个也是一个脏腑按摩的，就是我们内脏啊这个很好的按摩方法。那刚才我们这个是外力的我们这个仙人揉腹揉的外面。那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用那个呼吸的时候这样压那个内脏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对失眠啊，对那个什么都很有帮助。所以你可以试一下哈。昨晚我的肚子都痛了，你知道吗？不会，我告诉你，这个仙人揉腹真的是很好的方法。对，没有。你刚开始也不用很大力吧，但是实际上是有一点点压力是比较好的。你不是这样轻轻的揉，没什么意思，压一点点。经络按摩是每天要做脾经记得每天至少揉一遍。其实左边右边两条腿一路下来10来分钟应该可以了。每个穴位我们大概揉，如果你有时间2-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时间大概1分钟不到。其实你只要压到痛啊，然后揉一揉都可以了。自己掌握，哪里会没有时间呢？我都不相信。录下来，他一个穴位按200下，我们有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规定，就说你看，对，尽量来说，我看了一下那个中医的书，他没有，他是说一般按摩的话5到10分钟是最顶的啦。就是不能超过。我们吃那个维他命，你如果超过也是排掉。对，太多的话，其实你会一个是把皮肤揉烂，或者是揉破嘛，这样就是太多了，这样不太好，所以就不需要。那一般来说2-3分钟已经足够了，不需要太那个。